了心了，让我带他回去歇息一会儿再回来，好吧？大娘子先回去。秦妈妈，你不能走！秦妈妈，我先各自为主。不去！你家大娘子陷害我家大娘子，就想这样走了吗？不许走！妈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建勋，你大姨姐如今是糊涂了，我认她的过，要打要罚全都认。可她这么寻死觅活的，吵吵嚷嚷的，也商量不了什么事儿。莫不如就让她先下去，旁的事咱们清醒的人来说。既然岳母都认了，那就不成。六姑娘若有话，也一起留下来商量吧，别三番两次的顶撞长辈。不得无礼。并不是女儿无礼，只是女儿担心，若让姨母就这么走了，那她要是跑了怎么办？什么叫跑了？你当我们王家是市井小贼呀？都是高门大户的，都顾着脸面。那可难说，下毒这事儿都能做出来，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万一他要是真跑了，难不成还让咱们盛家满大街去踢海武宫文券？那还真是丢脸丢到大街上去了。贤婿，你这女儿倒是有规矩的很呐，对长辈咄咄逼人。我这把年纪了，她还有千百句话等着我。既然姨姐身体不适啊，我家府上还有多间厢房，那就让姨姐在府里歇一会儿吧。我母亲尚且昏迷不醒呢，若是让祸首轻巧离去，我岂不枉为人子了？你先下去吧，旁的事我来说。我不去，我当然不去。你们是要看着我去死，他们盛家是想拿我的命去给他们家老太太抵命。不去，头狠心，踩着自己的骨肉之躯去漫好攀高枝。小姑先下去吧，我们自会去协调的啊。他们盛家父女俩，一个说软话，一个说狠话，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母亲，你不能可怜死人女儿！母亲，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母亲，母亲，你不理我们会想办法救您的。母亲，母亲。贤婿，哎呦，使不得，你这不折煞我吗？那年你来我家，我一见你就万分喜欢。好些人呐，都劝我说你家世单薄，不堪托付。可我觉得你人品贵重，干练有为，比我那儿子啊都强上好些。后来你开口提起，我说不出的高兴，一口就答应下来。人都说我这姑娘啊低就了，可我觉得依女婿你的才具人品，才低就了我这糊涂的丫头。当初都是岳母抬举我，才有了小婿今日这番家业。您对我的恩情，我永不能忘。好孩子，我如今心里悔恨无极，我没有脸见你，更没有脸站在你跟前。
我恨不得给你跪下。岳母，岳母，您言重了，快坐下吧啊！不，我还有脸做吗？你母亲和我一起的日子虽然不多，可她那品格，我再敬佩不过了。我已经她受了大罪，我恨不得以身相替。你母亲是多么慈善的人，想来她也不愿意为这事儿让咱们三家从此反目，亲戚不像亲戚了，骨肉也成了仇人。咱们三家都是官场上有名号的人，携手向前，定是前途无限。若是分崩离析了，多少恨我们的人都会墙倒众人推呀，贤婿呀。王老太太，今天听您说这些往事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您对我们盛家有恩呀。是您一手将我父亲抚养长大，严请名师指点，教以科举重榜，聘妻生子，繁衍祖庙啊！你胡说什么？明明是嫡母将我抚养长大。是呀，既然是祖母将您抚养长大，你也应该感谢我祖母才是呀。岳母待我恩重，我怎能不知啊？可人伦纲常，万万没有放过害我嫡母之人的道理，还望岳母见谅。贤婿，好孩子，那两个糊涂的，实是犯了滔天大错，前不看望不看，看在我和你已过世的老泰山的脸面上，你好歹宽宥一二。往后的日子啊，我们全家吃素斋戒，青灯礼佛，叩拜真人，给你母亲诵经祈福。我们盛世满门都感激祖母的深恩厚德，我们全家都吃斋念佛。可是你也瞧见了，方才姨母出去之前，满嘴的恨毒之心，天晓得她要去道观寺庙里头求什么。不咒我们盛家就不错了。就是，未曾赎罪之人，他有何颜面侍奉三清，打扫佛台呀？那你们说，到底该如何处置？说呀！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什么？这……六姑娘，你现在可是大着肚子的人，即便是积德，也得对人宽容一点吧。再说了，即便是我那个妹妹，她死了上百回，恐怕你们老太太也很难痊愈。为什么不能网开一面，非得让大家这脸面上谁都过不去呢？父亲，您觉得呢？我母亲被害一案，若是传出去，于盛家、王家、康家，那都是天大的丑事。不过这其中，却各有不同。你总算想到事儿了。我们盛家是受害者，最多不过是我这个嫡亲大娘子，她引狼入室，
最后落个吃茶糊涂的罪名，让人耻笑2年。康家是我那个大姨姐的夫家，最是麻烦。可我们人人都知道，这康大人和我那个姨姐并不是那么的情深似海。若是为了舍尾求生，一纸休书把我那个姨姐给赶出家门，那康家自然就摘干净了，是吧，我那个外甥？我父亲绝对不会。我母亲是原配正妻，我父亲他不会。那他怎么没来？谋害亲长是天大的罪过，最大过错的是王家。岳母，你好好想想吧。胡说！现在涉案的2个妇人，一个是你们盛家的，一个是他们康家的，跟我们王家有何相干啊？盛大人，您为了把你们自己扯干净，可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。可他们2个都姓王，都是您的骨肉。您这2个女儿牵案其中，一个糊涂执行，一个是主谋策划。这要传出去，以后王家父子的官声会怎么样？说不得，连配享太庙的牌位都会被摘下来。舅母，您那个议亲的女儿，还有您外嫁的那个女儿，这2个女儿未来会过得怎么样？您都想过吗？说的是啊，此事非我盛家的过错，凭什么让我们打落牙齿获血吞呢？依我看，就处置了那个主妇，以正家规国法。以后咱们3家一起将这事儿捂下，之后风调雨顺，天下太平。母亲，不如住口！盛大人，你想的倒是挺齐全。我若不听呢？我已是疲乏得很了，若是岳母不能体谅，那要不就报官吧。报官吧。我女儿到底只是你家的姨姐，撑死了只是受刑流放，我们再多加打点，总能判得个轻判。别忘了，你家大娘子也有份谋害婆母，她该是什么罪？等她定了罪，她的儿子女儿，对了，也是你的儿子女儿，这些人会是怎么样？你清楚的。母亲，为了保全姐姐，你想让我去死吗？姑爷是进士出身，熟读律法。儿媳谋害婆母，该是什么罪？以后长柏长风，还能出仕途吗？如兰、华兰在夫家过什么日子？你想过吗？原来你真的不疼我，大娘子，大娘子，原来你真的不疼我，大娘子。在这是在和主君拼谁狠啊！此生真的不疼大娘子啊！我来拼，他把我害到这种田地，今天由我来拼。如果能救了，救可两全。我早觉得娘不疼我。原来都是真的不疼我，他真的不疼。
先婿，这事本是一团糊涂账。你母亲是福大之人，定会化险为夷。此事就这屋的几个人知道，但你母亲醒后，连她也不必告诉，免得她伤心，病得更厉害。回去，我一定重罚我这罪过的女儿。再叫你媳妇好好孝顺婆母，往后咱们还是和美的一家，官场上还得互相帮衬。啊，姑娘，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可别再费神了，下去歇着吧。你想赶我走？我告诉您，那不能够。我知道你孝顺，想为祖母要个说法。大娘子没养过你，没什么恩情，可大姐姐、二哥哥对你，难道不好？我若不是为了他们，我早就一刀砍死那毒妇了，还轮得到你来说嘴？是啊，孩子，我就知道你心疼啊，姐姐哥哥呀，他们可是你的骨肉血亲呢。不光是他们，长柏的孩子全哥你也抱过的，如兰、华兰的孩子你也抱过的。你忍心让他们被这场祸事牵连，断送一辈子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长柏哥哥，长柏回来了。长柏回来了。有长柏哥回来替三妹妹撑着，想必不会有什么事儿了。六丫头累了，顾侯，快将她扶下去歇着吧。等等，这事儿还没完呢。如今家里主事儿的哥回来了，你是嫁出去的女儿，还怀着孩子，娘家的事儿就别再操心了。这嫁出去的女儿跟娘家没关系了，那老太太在这儿做什么？这丫头以前装的温顺恭敬，嫁入侯府后，居然三番五次的顶撞长辈，想来是仗着顾侯的事了。这就奇怪了，我家娘子最温柔贤淑，跟个小羔羊似的。老太太，您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她这么一个好脾气的人都顶撞您？她温顺贤淑，她怀着孕，开口闭口要打要杀的，她温柔贤淑？我家娘子胆小，杀鸡都不敢听，打雷都怕，见血就晕，见伤就躲。这么一个人，都被你们逼得要打打杀杀了。看来这年头，谁横谁说话。够了，顾侯这番做派，想是决意将事情撑到底了。哎，我是一个外人，哪有什么撑不撑的事儿？一切都听盛家决断。是啊，长柏回来了，他自有。儿媳谋害婆母，属10大不赦，按律例，轻则斩首，重则凌迟。你说什么？那是你亲娘。这下毒谋害祖母的并不是我母亲，而是姨母。我熟知律例，告诉你，
是要彼此心里有数些。但是他是你的血亲。这世上亲或不亲，难说得很啊。这么多年，老太太为了这个没有半点血缘的家，穷尽了心血，一片慈爱纯然肺腑。而姨母呢，她可是我骨肉相连的至亲啊，却明知一朝事发是极刑之罪，却依旧诓骗我母亲对祖母下药。真相报道，拿我母亲当替死鬼。外祖母，举头三尺有青天，难道非要让天地神灵都知这世上之人尽是忘恩负义之辈吗？你大义母亲，你亲母亲犯了忤逆大罪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做儿子的，又能独善其身吗？自然不能。婉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在来这的路上，我已经草拟好了一份辞呈，待严氏的事情一完，便递上去。说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婉儿，不可呀，不可呀！这是咱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孩子。你是圣卷正奴，你不能辞官，不能辞官，孩子好孩子不能辞官。你4岁就启蒙了，早也用功，晚也用功，不曾耽误一日。天热长痱子，天冷长冻疮，你都非要去学堂，是母亲连累了你。我怎么这么蠢到上自己亲姐姐的当啊！不伤心，儿子还有一肚子学问，纵然不做官，还可以开一个书院。住口！都是娘的错，娘不好。我去认罪，我伏法，留发打板的囚禁。胡说！你怎么能上工厂啊？不行的！母亲，从今以后，你只一个女儿了。母亲，你为了保全姐姐，连我的性命、哥哥的官声、王家的体面，乃至孩子们日后的前程日子都不够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用不着有个母亲了。我这是纵横谋划，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怎么能看着你真上公堂啊？难道你们非让我死不可吗？那我就替你家老太太抵命吧。若能替死，世上还有罪犯伏法吗？你这个无宁不孝的，我要死都不让我死，还要千刀万剐吗？好，我今天就客死在这厅堂上，让你们如愿以偿。母亲，母亲不可呀，母亲。我家都闹成什么样子了？
我如今才知道啊，我那个大衣角有恃无恐，原来都是因为有岳母在擎天护着。闯了小祸，岳母给收拾；闯下大祸，岳母还给收拾。这些年来，我这个衣角身上的人命，怕是不止3两条吧。舅兄，你给隐藏了多少啊？岳母，若不是你从小纵容他到大，何至于有这么多条性命送在他的手里呢？行了，这工程上，咱们2家好好分说分说吧。母亲，咱们全家上百口人啊，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就断送了咱们全家呀！母亲，你醒醒吧！母亲，救救我母亲！你看，板子不是打在自己身上，是不知道疼。只要不是死了自家人，也是可以看他人之慨。真扯到自己身上来，是宽宥也没有，慈悲也没有，是不是很好笑？你这几日定是没乖乖吃饭。只要我祖母能好，每天吃3碗。老太太醒了，醒了！老太太终于醒过来了！醒了，醒了！老太太醒了，醒了！母亲呐，你可把儿子急坏了。母亲，老姐姐啊，都来了，你醒了，老姐姐你醒了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。劳烦你来看我，谢谢了。大娘子别伤心，我醒了。啊，爱哥怎么回来了？正好延税的事情完了，三儿就回来了。嗯，见祖母醒过来，三儿也就放心了。明儿，别哭，我老了，终有这么一天，没什么。你大着肚子，不许哭。姑爷，哎，你管管他。您孙女士可管不住他，多亏了您好起来，身子骨硬朗，替我好好骂他2句。老太太已能自行吃药和进食了，只需要好好调养就能康复。诸位，不必太忧心了。感激呀，感激。行了，家里事儿多，留步，留步。好，多谢先生大恩，我一一都记在心里了。您回去好好休息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只管向侯府吩咐。夫人深谢先生大恩。不好，夫人，严重了，严重了。先生，好吧。哎呀，这个，先生，太爷，不必担心。老太太年纪大了，老小孩的，有些贪吃不肯忌口，
那是糕饼吃多了，胃上不受力，多养养就好了。先生仁心仁术，堪称典范呐。大娘子，老太太吃了1碗米汤，精神好多了，说想见见你。大娘，我都知道了。崔妈妈瞒不过，就都告诉我了。好孩子，苦了你了。姑爷是跑死了2匹马回来。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以后，就算我真闭了眼，我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。祖母，你别说这样的话。您好好歇歇，等您精神点了再说。我怕到那时候说，就晚了。姑爷是个暴脾气的人，也记仇。你大着肚子，让这些人欺负了，他是一定会要康王使命。他下毒害您，自然要他的命。傻孩子，要他的命简单，可你想过没有？日后我们和王家还是要做亲家的。就算抛开这一层关系，不做亲家了，别忘了，王家还有一个配享太庙的父亲，他人虽不在了，可千丝万缕的关系还在。赶狗入穷巷，必遭反噬。那又怎么样？让我就这样放过他？我不干。好孩子，昔日项羽无敌，韩信十面埋伏围他，却一定要网开一面，留个空子，不肯将局为死。你倒是为何？怕项羽背水一战，搏命一击。对，是要叫败军看到生的指望，才不会背水一战，狗急跳墙。如今姑爷在外头查盐税，你在里面打着肚子。宫里太后虎视眈眈地盯着皇帝，皇帝却仰仗着咱们百个儿和你家姑爷查清盐税，才能赢得这一局。如今他们共事未清，擅自回京，追究起来已经是一道罪名了。我心里恨他，他欺负您孤身一人，要下毒害死您，我恨不得要杀他1000刀10000刀，不然我这一辈子就白活了。祖母明白，祖母明白。你祖母已经醒了，为什么非要揪住你姨母不放呢？要么打板子，要么就内狱。你姨母那是贵人出身呐，一辈子油皮都没破一点儿，怎么能受得了打板子啊？板子要打，
内狱也要送。祖母姓刘姓武，一是苍天有眼，佛祖保佑；二是太医悉心医治，和姨母有什么相干？姨母可是铁了心要置人死地的。若要这么放了他，日后还有无穷的祸事要闯出来。管教子女须严，考验品行须苛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难道外祖母不明白吗？可你祖母终究是活着呀。哎，此言差矣。人都有百种活法，我们家老太太身子骨硬朗着呢，本来可以活到118，现在只能活到108了。本来可以听曲儿看灯、上山礼佛，现在只能靠着汤药过日子。这种折损，怎么赔呀？是呀，我们全哥都没有祖母陪着玩耍了。夫人说的是啊，这姨母能活几何，咱们也不知道，不能数着日子让她下黄泉吧。我觉得，把该打的板子打了，补偿了我们老太太的痛苦；把该服的内狱服了，补偿了我们家老太太卧床的困顿。咱们没占你便宜。你这话也说得出口？更难听的话我还没说出来呢。你们家处置我母亲倒是利落，那你们自家大娘子呢？轮得到你说话？我娘对祖母不敬，生了不孝忤逆之心，自然也该受罚的。之后她会求神拜佛，为祖母祈福。是，我打算在后屋开辟出一间。不在家中。我知道我过错不小，我就去玉清堂下面。也不在京中。母亲要赎罪，要认错，就要拿出个认错的样子来。要回老家酉阳去，在圣氏祠堂里修行、吃斋、拜佛悔过。除了封印过节，母亲一步都不得离开祠堂。这不是坐牢子吗？犯了错还不知悔改，不肯受罚，若母如此，我绝无颜做官了。你要要挟谁呀你？家里也不成，京城也不成，那就去郊外，去乡下庄子都好。我为什么非要回酉阳老家？我那人生地不熟的。我知道，母亲是瞧不上大伯母娘家商贾出身，对她冷嘲热讽过。要母亲回到酉阳，就要受大伯母牵制，母亲自然不肯。可我觉得，非得让母亲离开我们，到一个处处都难受的地方，才会细细想一想，这个家里面这么多年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事，到底谁对谁不对？最舒服的地方是继母家新人。那要去多久啊？10年。
你不是个耗子出来！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你这个孽障！孽障！表弟现在满意了。六妹妹，你身怀六甲，后头行刑的事，你就不便看着。好，都亥时了，该回去歇着了。对，我们都累了。今儿我跑死了2匹马。夫人，咱们走吧。怎么是你出来说话？你父亲呢？要么打板子，要么关内狱，你们想2个都占了，我还没死呢。毒肉在。来人，提刑！这回你可吓着我了。你向来稳当，这次怎么这么豁得出去啊？一定很吓人吧？你哥哥收到你嫂嫂寄来的信，我拿来看了。威风娘家，怒斥生父，强行抓人，你这是奋不顾身的呀！这哪是我以前见到的那个明哲保身、从来不犯错的命男呢？我这次恐怕给你添了许多麻烦，你有没有被我吓着？我心里头就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要护着你。熏香无觅听候，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经手送罢莫回首。随可透。昨夜一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钻猎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猎人，却道海